你知道吗？净土宗在日本最后简化到了荒唐的程度，不是修行，不是持戒，甚至不是信仰，只要你开口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信不信，当下就已经解脱。净土宗在中国的发展史已经讲完了，但净土宗的发展并没有结束，它还有一个重要的阵地，那就是日本。净土宗在日本又发展出了独特的风格。日本人差不多有一半人是佛教徒，虽然有点水分，不少人是什么都信一点的。在佛教徒中，又有一半是净土宗的。我们来看看净土宗是如何征服了日本。日本的净土宗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他们以善导大师为净土宗初祖。和中国类似的是，日本净土宗也经历了几百年的简化和普及化的过程。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看看这场简化运动的接力赛是怎么跑下来的，尤其是那4位关键的运动员：元信、法然、青鸾，还有一辩。对，这4个人真的就像一场接力赛。元信是第一棒，他画出了跑道，也制定了最早的规则。法然接棒以后呢，直接就抄了个近道，说别的跑道都不算数。青鸾呢，他更绝，他说跑不跑其实都无所谓，关键是你心里相不相信那个终点线存在。哇！而最后的一辩，他干脆把终点线搬到了泥脚底下。他说你念出声的那一刻就已经到终点了。哈哈，这个比喻绝了。那我们就先回到第一棒元信的时代。我读到他那本《往生要集》里对地狱的描写，真的感觉后背发凉，写得太有画面感了，简直像一部恐怖片的剧本。在那个时候，这种写法是不是算一种震撼疗法啊？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在元信之前呢，净土思想虽然存在，但比较零散，也比较学术化。元信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用极其生动，甚至可以说是骇人的笔触，把地狱的痛苦和净土的极乐做了个特别鲜明的对比。他不是在跟你讲道理，他是在给你放电影，让你自己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厌离秽土，心求净土。先让你感到极度的恐惧，然后再给你一个特别美好的希望。那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不是也特别硬核儿？非常硬核。他认为最上乘的方法叫观想念佛，这个可不是嘴上念念就行，而是要求你在禅定里面把阿弥陀佛的形象从头放丝到脚下的莲花宝座，每一个细节都得清清楚楚的在脑海里观想出来。哇，那这个要求也太高了。是的，这需要极高的精神专注力和长期的训练。他把这个称为定业，是通往净土的身法。这听起来感觉就像是要求每个信徒都得是冥想大师一样。普通老百姓每天为了生计奔波，哪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练这个？没错，所以他也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青春版的方案，就是我们熟悉的口称念佛，动动嘴念出佛号就行。但在元信看来呢，这只是给那些没能力进行复杂观想的人准备的散业，是一种减法，效果是要打折扣的。哦，原来是这样。不过，虽然他把口称放在了次要位置，但这很重要，因为他等于承认了这条更简单的路是存在的，这就为后面的变革埋下了一颗种子。我看到临终仪式，感觉元信真的像个产品经理，他不仅提供了理论，还设计了完整的实用流程。比如说，让临终的人手里牵着一根从佛像手上引出来的五色丝带，这让往生这件事一下子就变得有操作性、有用户体验了。你这个产品经理的比喻太到位了，他把一个很抽象的信仰变成了一套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仪式。这套临终关怀流程在当时的贵族和僧侣阶层里大受欢迎，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安慰和希望。所以元信的作用就是他用理论和实践为日本的净土信仰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但同时也确实是非常精英化的基础。是啊，这种需要禅定功夫的观想，再加上那些复杂的仪式，一听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得转的。那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这不行，门槛太高了，得有更简单的方法才对。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圆空？正是圆空，也就是法然上人。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他天资聪明，号称智慧第一，读了5遍佛教的全部经典，结果发现自己一个法门也做不到。
然后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如果连我这样的精英都做不到，那普通人岂不是更没希望了？这种精英的自我怀疑，反而让他站到了普通人的一边。是的，直到他读到中国善导大师的一句话，才豁然开朗。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思想，叫选择本愿念佛。什么叫选择本愿念佛呢？这是法然善人对净土宗理论的进一步突破。中国的净土宗很重视临终一念。对，在中国，净土法门虽然很流行，但它对临终那一刻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必须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你想一想，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压力？有2个故事，第一个是明代袁宏道记录了他侄子的事儿。对，那个故事。临终时，家人围着助念，一开始他看到莲花，念着念着，莲花变得特别绚烂，最后甚至看到了佛，一切都很好。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来了月事的婢女不小心进了房间，瞬间所有好的景象全没了。这个仪式对洁净的要求也太苛刻了吧？这还只是个开始。另一个故事更让人心惊。一位修行几十年的老先生，临终时各种祥瑞景象都出现了，眼看就要成功往生了。结果他妻子冲进来，哭着抱怨遗产分得不公平。哎呀！老先生一下分了心，想着处理家事，就这么一念之差，心一乱，莲花佛光全没了，眼前只剩下地狱的烈火。哇，这个故事听到我后边发凉，是吧？修行几十年，就因为临终前几分钟的家庭纠纷，一切归零，还看到了地狱，这不确定性也太可怕了，简直像是走钢丝。难怪会催生出那么深的焦虑。完全正确，就是临终正念的极端重要性，也是它的残酷之处。是。而日本净土宗的几位开创者，他们就是直面这种临终焦虑，然后给出了几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答案。我们会看到他们对性和行的理解简直是天差地别。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才发展出了一整套非常专业的临终助念仪式。比如要用专门的法器，墙上要挂来迎图，就是描绘阿弥陀佛来接引的画，就是为了帮你把注意力焊死在佛身上。我明白了。但问题来了，谁能保证自己临终时头脑清醒，不受任何干扰？是啊，一个在战场上突然死去的武士怎么办？一个遭遇飞来横祸的人怎么办？对，这都无法准备。这种普遍的无力感，恰恰成了日本净土宗改革的催化剂。所以这就是法然登场的时候了。对，他的思想听起来就像是给这种集体焦虑开出的一剂解药。他直接釜底抽薪，说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临终那一刻。是的，法然的思想是革命性的。他依据善导大师的理论，响亮地宣布，能不能往生跟临终时你是什么状态关系不大。关系不大？对。关键在于你活着的时候，只要诚心念过佛号南无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的本愿之力就必然会救度你。这一下就把往生的保障从那个充满变数、让人提心吊胆的临终时刻拉回到了稳定可控的日常生活里。没错，我明白了，这等于说保险在你活着的时候已经买好了，而不是等到临死前才去签合同，还不知道能不能签成。就是这个道理，这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净土法门一下子从一个需要高超精神技巧和严苛外部条件的精英修行，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参与并且能安心实践的信仰。法然开创的净土宗也因此在日本扎下了根。完全正确。所以法人的意思是，阿弥陀佛早就替大家把重点画好了，他不是给了一本厚厚的复习资料让你自己去看，而是直接在扉页上用红笔标出，考试就考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我的名号就行。所有其他的修行，比如观想、建塔、抄经、持戒，在他看来都只能算选修课。对，都只能算选修课，唯有口称名号才是唯一的必修课，是通往解脱的正业。哇，这可真是釜底抽薪了，等于说他把原性体系里那个青春版的方案直接扶正，变成了唯一的官方正统。这在当时得引起多大的争议呀！争议大到你无法想象。
他这么一说，等于把所有传统佛教宗派的修行体系都给降维了。那些花大钱造像建塔的贵族，那些好守穷经的学问僧，那些以苦行持戒为傲的修行者，法人等于是在说，你们做的那些都不是往生的正道。它的核心逻辑是，佛的慈悲是绝对平等的，所以拯救的方法也必须是绝对平等的，是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做到的，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动动嘴。这就把解脱的门槛从珠穆朗玛峰直接降到了地面。他的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从武士到妓女，从农民到商人，但也彻底激怒了旧势力，尤其是比瑞山的天台宗，那可是当时佛教界的执牛耳者。对，冲突非常激烈。传统宗派指责他否定佛教的一切，动摇国本。后来又因为他的一些弟子行为不检点，被抓住了把柄，朝廷终于下决心镇压。结果是他的教派被严令禁止，4个弟子被处以死刑。他本人在75岁高龄被强迫还俗，流放到偏远地区。天哪，这简直就是一场宗教改革引发的血案，但也恰恰说明他的思想冲击力有多巨大。一个旨在让所有人平等的运动，却遭到了最不平等的打压，真是讽刺。那他的弟子青鸾在老师遭到这么大变故之后，又是怎么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呢？他好像走得更远，也更极端。法然的净土宗，他虽然强调他力，也就是佛的力量，但实践上还是鼓励多念，念得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是一种持续性的行为，通过反复念诵来强化你和佛的联系。这里的信更多的是一种我只要念了就一定能往生的信念。但接下来亲鸾创立了今天日本影响最大的净土真宗，他似乎觉得老师还是不够彻底。没错，亲鸾这个人的思想啊，源于他极深的个人挣扎和自我剖析。他觉得就连我努力念佛这个行为本身，都可能是一种隐秘的傲慢，一种你看我修得多好的自利思想在作祟。连念佛都上自利。对，所以他把焦点从念佛这个行为彻底转移到了信心这个状态上。信心，也就是你必须100%毫无保留地信靠阿弥陀佛的他力。更绝的是，他说这种纯粹的信心，甚至都不是你自己能产生的，它本身就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礼物。等下，亲鸾那句最著名的话：“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乎？”对，一个努力行善的人，反而不如一个自认无可救药的恶人容易得救。这听起来太疯狂了。亲鸾是怎么论证这一点的？这正是他思想最深刻的地方。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善人为什么是善人？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修行、行善这些自利行为来达成拯救。靠自己。正因为他依赖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反而无法做到100%的信靠他力。而恶人呢？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一无是处，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可以依仗，烂到家了，除了求佛救命之外别无他法。在这种彻底的绝望和无助中，他反而能够完全彻底地把自己交托给阿弥陀佛的救赎之力。所以恶人恰恰是他力本愿最理想的契合者。我懂了，这有点像一个优等生总想靠自己解题，而一个差生知道自己肯定解不出来，索性就完全相信老师给的答案。这个比喻很形象。我明白了。所以关键不在于外在行为的好坏，而在于内在是不是彻底放弃了自利的骄傲。这么说来，往生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是念佛这个行为了吗？完全正确，你又抓住了重点。在亲鸾这里，现有的核心从法然的行为重心论彻底转向了信心重心论。只要那个彻底归头的信心在你心中确立了，往生的事情在当下就已经决定了，根本不需要等到临终。那念佛这个行为又算什么呢？它不再是为了达到往生而积攒功德的交易，而是在获得信心之后，对佛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赞叹。念佛是报恩，是庆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生活方式也变得非常离经叛道。他废除了传统僧侣不荤不吃肉的戒律，自己就结了婚，生了孩子。开创了日本佛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寺庙可以家族世袭的传统。这一下就让净土真宗和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无缝对接了。难怪影响力这么大。因为既然核心是内在的信心，
那外在的身份是僧是俗，是否守了独身戒，就都成了次要问题。他把信仰这事儿从外在的任务清单彻底变成了你自己的内心状态。说白了，他把所有外在的壳全都剥掉了，直指最核心的那个精神能核。这是一种更彻底的内在化革命。但这场接力赛还没结束，还有最后一棒，以便上人。他要把这个简化推向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终点。一扁上人创立的十宗，他好像比亲鸾还要激进得多。这位游行僧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他四处给人发写着佛号的木牌，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是的，他最初也和亲鸾一样，认为信心是基础。但有一次，一个僧人拒绝接受他的木牌，理由很坦诚：我现在心里没有升起信心，如果接了你的牌子，就是撒谎。这件事让一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他想，完了，如果连信心本身都成了一个门槛，那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升起纯粹的信心，那佛的慈悲岂不是还是有条件呢？这真是终极的拷问，把标准降到只要信就行。结果发现，信本身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正是这个困惑，把他逼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传说他在熊野神社彻夜祈祷，得到神启，终于顿悟了。他意识到，解脱的终极力量既不来自我们的行为，甚至也不来自我们的信心，而就蕴含在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本身。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生命和力量本身。它超越了我们凡夫的信与不信，内心的干净与肮脏，它的力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我的天，这个真是终极的简化了。意思是，你是什么人，你信不信，你心里怎么想，全都不重要了。就像太阳，不管你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眼睛，是好人还是坏人，它都在照耀你。只要你念出这句佛号，你就已经在阳光里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那以后，他的传教方式彻底变了。他不再问对方信不信，只要你愿意开口念一声，他就把念佛牌给你。他一生游行全国，据说发了25万多枚木牌。他还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修行方式——舞蹈念佛。这个我印象很深，一边念佛一边跳舞，逐渐进入一种狂喜的状态。这听起来有点像宗教版的瑞舞派对啊！是不是说到了最后，信仰已经不需要正襟危坐了，它变成了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狂欢？它强调的是一种当下的身体性的体验。信徒们围成一圈，敲打着乐器，高声念佛，尽情舞动，在集体的狂热中消解自我。解脱不再是对遥远未来的期盼，而是变成了每一个当下念诵和舞动的瞬间，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即刻的体验。一辩上人直接宣布，往生不是你死后的事儿，它就在当下。当下，就在你念出南无阿弥陀佛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往生了。因为在念佛的那一刻，你的心和佛的心就是一体的，你当下就已经在净土了。所以念佛的人是善是恶，有没有信心，心情好不好，通通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对。佛号本身就像一颗超强效的能量胶囊，包含了救赎的全部力量，你只要把它念出来就行。但是我有个疑问，如果信心善恶都无关紧要，那这个信仰不会变得太廉价，甚至导致信徒在现实生活中为所欲为吗？这是个好问题。既然念一声佛号就能搞定一切，那道德约束力在哪里？你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确实是后世对这种绝对他力思想的一个主要疑问。它的重点不在于建立道德规范，而在于把念佛及解脱这个狂喜的体验，像病毒一样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他关心的是那个瞬间的终极的连接，而不是之后的身后规范。我们回顾一下这条轨迹，从原信要求精英式的高度专注的观想，到法人把它简化为唯一的口称行为，再到秦鸾把核心提纯为内在的细心，最后到一辩。他说连信心这个内在状态都不被执着，力量就在那句名号本身。对，
这不仅仅是宗教理论的演变，它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趋势，将精神解脱的最终权利从少数有钱有闲有文化的精英阶层手中，一步步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交还给每一个最普通的民众。这4位思想家就像在接力拆除一座宏伟但门禁森严的圣殿，最后把它变成了一个谁都可以进出的广场。一场持续了几百年的思想变化，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剥离所有非核心的要素，去触达那个最根本的内核。这确实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去思考：在你自己所信奉的任何一种知识体系、价值观或者人生哲学里，那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内核究竟是什么？而我们身上背负的又有哪些是后人添加的，或许可以被审视甚至被剥离的外壳呢？